4140万，60万预约，白纸9041诚意这双手到底值多少钱？4140万。各位，你们知道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吗？一个家清品牌官宣代言人，14个小时不到，4140万。开售2分钟，主推套组现货售罄。3大平台家清类目全部登顶 Top 1。我追诚意这么多年，说实话已经习惯了它的数据好看，但读到这个战报的时候，我还是愣了好几秒，因为这不是美妆，不是奢侈品，这是洗衣凝珠。洗衣凝珠，你们品品这个概念，一个演员让洗衣凝珠卖爆了，然后同一个月 V 中文版5月刊双封面官宣，2经15日预约逼近60万。百度指数9041断层第一，微信指数暴涨超12倍。哦对了，还有件事，全网又在讨论他的手。对，你没听错，诚意的手。有粉丝说诚意的手好看到能单独出道，有人说从来不知道自己是手控，直到看到了诚意的手。然后品牌方，人家比我们精明多了，每次预热物料，镜头必对他的手。你说这是巧合吗？不是，这每一件事看着都是独立的，但我今天想把它们串起来，因为从一双手到4140万到白纸9041，这中间的逻辑链才是真正有意思的东西。行，咱们一层一层包。第一层，你看到的，一双手为什么能出圈？诚意的手确实好看，这个不是粉丝滤镜，我专门去翻了非粉丝的评价。修长，骨节分明，指甲粉润，说白了就是气血足，身体底子好的那种质感。有人黑他指甲粉，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身体好有问题吗？这个黑点我真的看不懂，你倒是找个站得住脚的来啊。但各位想过没有，手好看的男艺人，内娱不是没有，为什么偏偏诚意的手能变成一个反复出圈的话题？这就到了第二层，品牌没告诉你的，为什么都对着他的手拍？作为诚意的粉丝，我当然喜欢看他的手，这没什么好藏着的。但我同时也在想一个问题，品牌方花那么多钱请代言人，物料为什么反复出现手部特写？帝舵，这个好理解，手表品牌嘛，手是核心展示载体。帝舵官网直接给了诚意代言人专业，推出 Tudor Royal 系列特别版，蓝色表盘配镶钻，28毫米直径，这个尺寸设计说明什么？说明帝舵想同时覆盖男性用户和女性用户市场，而诚意的手恰好有一种，怎么说呢，不是那种纯粗犷的男性力量感，而是精致与力度并存的美感。高级。斯塔芙呢？护肤品牌，凌晨挂出1300份789元限量套装，秒空。然后二手平台直接炒到17777块。粉丝还集体抵制黄牛，这个操作我必须说一句，咱们果果是真的有骨气。Gap 更狠。2025年9月签约诚意之后，我说个数据，你们感受一下。Gap 中国第4季度首次实现单季盈亏平衡，销售额同比增长超 20%。2026年计划新增50家门店。50家门店。一个曾经被认为快要退出中国市场的品牌，因为签了诚意，不但活了，还要扩张。稍微跑个题，但这事儿跟今天聊的有关。36氪专门写过一篇长文分析 Gap 中国的自救过程。文章里提到，签约诚意之后， Gap 在小红书半个月更新了40多条代言人相关内容，线上线下全渠道联动。续约的时候又做了2000万的销售额，注意，这还不包含线下。好，拉回正题，我为什么要把手表、护肤品、洗衣凝珠、服装全部拉出来说？因为品牌方不是傻子，每个品牌选代言人，看的不是你粉丝觉得好不好看，看的是转化率。你能不能把曝光变成点击，把点击变成下单，把下单变成复购？诚意的手在物料里反复出现，不是因为品牌方随手拍的，是因为他们发现这双手出镜的物料互动数据就是高，粉丝愿意转发，路人愿意停留，观感记忆点强。
说白了，诚意的手已经变成了一个视觉符号，品牌方在利用这个符号做传播效率最大化。这就是你表面看到好看的手背后真正在发生的事。好，第三层，真正的核心，诚意的商业价值逻辑到底是什么？我追诚意不是因为盲目，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些别人没看到的东西，或者说很多人看到了但不愿意承认的东西。你们注意看他的代言矩阵：帝舵、瑞士腕表、斯塔福、国际护肤、战家、国货家清、Gap 美式服装、科润、日系敏感肌护肤、Olaplex 高端护发。这个品类跨度在内娱男艺人里不说独一无二吧，至少是极为罕见的。大部分男艺人的代言集中在美妆护肤和时尚奢侈品，因为这两个品类对流量明星的容纳度最高。但诚意能代言洗衣凝珠还卖爆，能代言 Gap 让品牌起死回生。这说明什么？说明它的受众画像不是单一的粉丝经济。有个数据很多人没注意到，不对，等一下，我重新说得准确一点。是长安24季播出之后的观众数据分析，诚意的男性观众占比从 36% 上升到了 43%。这意味着什么？路人盘在扩大，不只是女性粉丝在看它，男性观众也在看。这个变化的意义在于，品牌在评估代言人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窄众。你粉丝再多，如果只有一个性别、一个年龄段在买单，那你的天花板是固定的。但如果男女通吃，年龄跨度大，城市层级覆盖广，那你的商业价值就有了真正的底座。而诚意恰好走在这条路上。再看他的作品数据，2025年到现在，富山海、天地剑心、长安24季3部主演剧累计播放量40.07亿，首位单年度3部主演剧均破10亿的演员，据说是内娱第一个做到的。读到这里，我差点跳过，还好又看了一遍。长安24季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豆瓣6.9，知乎8.9，虎扑8.1，微博8.3。同一部剧，4个平台4个完全不同的分数。豆瓣偏低我能理解，豆瓣的评分机制和用户画像跟其他平台本来就不一样，这不是剧的问题，更多是平台调性差异，换谁的剧放在豆瓣都会有类似的落差。而知乎8.9和虎扑8.1说明什么？直男观众认可，这跟前面说的男性受众占比上升完全对得上。然后就到了现在，2京15日，马伯庸原著 IP， 张黎导演团队，诚意一番大男主，林更新搭档，爱奇艺预约近60万，有人查过，这个数字在爱奇艺历史剧品类里是创纪录的。微信指数暴涨超12倍，百度指数9041，断层第一，第二名被他甩开超过 30%。连续4周霸榜待播，舆情热度 Top 1，角色热度朱瞻基在欢网助他上一屏人气榜锁死榜首。这部分我不是100%确定，但根据我看到的信息，杀青特辑里诚意摔马戏、血污妆等高危动作全部亲自上阵零替身，还融合了非遗武术的动作设计。央视网给了个评价叫重新定义古装剧质感。对了，我忘了，在说这个之前，得先说另一件事，就是莲花楼。莲花楼播完都快3年了，2026年 Q1 还能以破1热度值登上爱奇艺榜单，累计弹幕5.8一条，豆瓣8.5。这个长尾效应在内娱古装剧里，我想不到第二个。这就是为什么2京15日还没播就已经炸了，不是凭空来的。是观众对诚意这个演员建立了信任，你每部戏都交出高质量答卷，市场自然愿意提前买单。好吧，我知道我扯远了，拉回正题哈。第4层，这一切加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我说一个可能有些人不爱听的判断，在内娱线，在这个环境下，诚意走的路其实是最难走但最健康的那条。他离开欢瑞，自己成立工作室，
法人代表是他本人，这个信息当时很多人没太关注。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拿回了自己的主权，选什么项目，接什么代言，走什么路线，都是他自己定的。然后你再回头看 V 中文版这次5月刊双封面，每版限量2万册，共4万册。V 中文版给他的定位文案是表演有术，生活有度，时而沉浸，时而超脱。这个定位非常精准，不是顶流偶像的路线，不是纯粹的流量运营，是把他往有质感的演员方向在推。而诚毅自己的选择也在往这个方向走。两京15日选的是马伯庸加张黎，这是冲品质去的，不是冲安全牌去的。品牌代言矩阵横跨高端到大众，不挑食，但每个都做出成绩。说起这个，我突然想到，去年也有个类似的事，就是他代言科润的时候，官宣14小时销售额破900万，24小时破1000万，空降直播间当天1400万。Olaplex 官宣7小时销量破1200万。你把这些数字排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一个规律，不是某一个品牌的偶然爆发，而是几乎所有品牌跟他合作之后都在超预期增长。这种稳定性才是商业价值的核心。品牌方不怕你一次爆，怕的是你这次爆完，下次哑火。而诚毅的数据告诉品牌方，这个人是可以持续产出商业回报的。我可能说错了，但根据目前的情况，我倾向于认为，诚毅正在成为内娱极少数真正意义上影视价值和商业价值双轮驱动的演员。不是流量带商务，也不是商务补影视，而是两条线同时往上走，互相加持。有个细节我想深挖，但信息不够，如果后续找到更多资料，我会在下期更新。就是 V 中文版这次双封面的具体视觉设计 ，A 版和 B 版到底有什么区别？目前只看到预热图，正式大片还没出。但从预热调性来看，应该会延续诚毅一贯的高级感路线，不浮夸，不用力过猛，但一眼能认出是他。好，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一双手值多少钱？4140万是战家首日的销售额。但这双手背后真正的价值是 Gap 从亏损到盈利的逆转，是帝舵腕表借此打开男女双市场的策略成功，是斯塔福789块被炒到17777块的市场信任，是两京15日60万预约的行业记录，是百度指数9041断层领先的国民认知度。所以我说，诚毅的手不是重点。重点是这双手所代表的一个演员用10年打下的底盘。最后说个预测吧，两京15日，我个人判断大概率会成为2026年古装剧的第一梯队。预约数据只是前菜，正菜要看播出后的口碑。但从诚毅过往的交付记录来看，琉璃 CVB 年冠、莲花楼央8次黄档收视破1，长安24季优酷热度破万，他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让市场失望过。V 中文版这次双封面的实际销量，我也会持续关注。按照他之前的杂志成绩，这部分我还没找到足够可靠的信源，所以只是个人推测，应该会很快售罄。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诚毅这2年，但凡跟限量沾边的东西，基本都是秒空的命。斯塔福1300份凌晨挂出来，眨眼就没了。战家主推套组开售2分钟现货售罄。Gap 代言人礼盒全渠道售罄。帝舵那块 Tudor Royal 特别版蓝色款，虽然手表这个品类不像快消品那么好统计抢购速度，但你去看粉丝的讨论，27万的表说买就买，眼睛都不眨的。有人说这是粉丝氪金能力强，没错，果们的购买力确实恐怖。但你换个角度想，粉丝为什么愿意花这个钱？不是因为盲目，是因为信任。你信任这个人的审美，信任他选择代言的品牌不会太差，信任你花出去的钱对得起产品本身。这种信任不是一天建起来的。说白了，诚毅跟粉丝之间的关系不是那种我喜欢你，所以你让我买什么我就买什么的模式，更像是他在用自己的选择帮你筛选。
他挑的品牌品质至少是过关的，这一点时间越长越明显。这个事儿说起来有点微妙，但算了，直说吧。内娱其实有很多艺人代言翻车的案例，产品质量出问题的，品牌价值观崩塌的，合作期还没结束，品牌就爆雷的。诚意到目前为止，代言矩阵里还没出过这种事。这说明他团队在选商务合作的时候是有筛选标准的，不是什么钱都赚，不是什么品牌都接。这一点跟他选剧本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你看两京15日，马伯庸的原著，剧情厚度是有的，张黎的导演团队质感是有保障的，林更新搭档，话题度和演技配置都在线。这不是那种随便接个 S 级股偶赚快钱的操作，这是一个奔着口碑和长期价值去的选择。2026年2月杀青，预约量从开始到现在一路涨到将近60万，连预告片都还没正式大规模铺开呢。等正式预告片出来，我个人的判断是，这个预约数字还会再往上跳一波。然后别忘了，还有一部《英雄志》在待播。这部剧压了差不多3年了，粉丝等的花都快谢了。但换个角度想，压得越久，如果品质过关，播出时的关注度反而会更高，因为观众的期待值已经被时间本身拉满了。所以你把这些全部连起来看， V 中文版5月刊双封面提升时尚质感认知，战家、Gap、帝舵、斯塔福持续输出商业成绩单，两京15日预约数据断层领跑，英雄志作为后手牌还没打出来。2026年下半年的诚意手里其实握着一副非常舒服的牌，但我必须说一句公道话，牌好不代表一定能赢，关键看怎么打。两京15日播出后口碑是第一道关，能不能破圈到非粉丝群体是第二道关，能不能在豆瓣稳住7分以上，这个可能是最难的一道关，因为你也知道豆瓣是个什么环境。但我为什么还是倾向于乐观？因为诚意有一个别人很难复制的东西，就是他的作品存活周期特别长，琉璃到现在还有人在刷，莲花楼3年了，热度不降反升。这种长尾效应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的作品不是那种播完就忘的快消品，是真的有人在反复看、反复讨论、反复推荐。一个演员如果每部戏都能做到播完之后还有人看，那他的基本盘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新观众不断被老作品吸引进来，然后又会关注他的新作品，这是一个正循环，而诚意现在就在这个正循环里。好，预测说完了，最终回到那个问题，诚意2026年能完成从国偶顶流到全品类头部演员的身份转换吗？我的答案是正在进行中。V 中文版封面是时尚维度的背书，商业代言矩阵的广度已经超越了大部分同行，剩下的就看两京15日播出后能不能在口碑维度再补上最后一块拼图。如果能，那这个转换就算真正完成了。但这只是我的判断，你们觉得呢？觉得对的扣1，不同意的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理由，言之有理的我下期视频会回应。老粉应该记得，我之前那期视频里说过，判断一个演员的长期价值，不看他最高能到哪，看他最低不会低于啊。诚意目前给出的答案是底线很高，而一个底线很高的人，天花板往往也没有上限。好了各位，这期就到这儿。觉得有用的帮忙点个赞转发一下，这对我真的很重要。咱们下期见。